在9句话，青春爱真大，不是心动太万家，活在当下。对方是半夜雷达。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 Times 真人秀节目《展平嗨》。输得起才是赢家。在你的笑容里，不要发出声音。满的，我觉得你们对我特别好，天成。你给我吹啊！对，为什么每一次出门之后都不关灯？我是要忍住出来。为什么？好感动，好感动呀！2年过了吧？好像现在48个月。那在一起的话，就肯定会有很多的矛盾。好多哦。凤树行，凤树行，好，凤树行。好了，就我了。我觉得我个人来说是一个话有点多的人。我个人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我可以容纳所有人的性格。再一个，我个人是队长嘛，我必须要了解他们。可能说有些人喜欢近一点，有的人喜欢稍微有距离，所以我可能更熟悉他们哪一种相处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在关系上我们都是非常亲近的。我说我们努力去做这个事，他们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做这些事。我经常看到他的头顶，大概知道。还自己出来。我知道你说的是我。其实也没有这么矮啊。刘冠希，对不起了啊。刘冠希，你是我们整个组合里面做护理最多的一个人，为什么满脸还都是痘？这是你这个胡青能清一下吗？我一定要说一件事，就是你为什么每一次在我想尿尿的时候，然后我就每次去推那个厕所门，你永远在那个厕所里面，你能不能不拉肚子？每天可以不少拉一点肚子，可以吗？你要是拉肚子，你干脆租一间厕所，你就住进去可以吗？并且他不是我们。刘冠希，我经常在洗手间里面，洗手间就是我的家，就是我的全部，你知道吗？对，你住在。为什么不爱护一下我的家呢？为什么每次小便的时候不冲洗手间？哪有？我跟你讲，如果有一次的话，是肯定我忘了，因为我要去做急事。但是每次你都不爱惜我的这个地方，知道吗？还有刘冠希，你能不能站起来说话？他已经站起来了。站起来说话。我已经站起来了。还有刘冠希，非常不爽你一点，你说你每次在厨房自己在那儿做面，为什么每次都没有我的吃？我去厨房，我故意拿着一个碗在那转一圈，我不好意思说，你知道吗？敲下碗，我的意思这么明显。哪有那么快？我每次做完饭，我都要先去叫你，但是我打开房间门呢，发现你还在厕所。但是每次我去完洗手间，我很饿，我在那儿敲碗的时候，你敲碗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大概2、3点的时候了。徐航加油，分手吧你们！其实我挺爱你的。什么什么呀？但是你一直这么说我就觉得特别有一点那个。哎，配合一下。好吧。 ，
就我们俩是最合适的身高差，对不对？先把鞋脱了。来走一个。 OK。冠希虽然年龄不是最小的，但是我一直视他为队里最小的。因为我的个子是最小的。没有，就是特别的让我有保护的欲望。我觉得我没有对你们有不满的，没有，特别亲啊！我觉得你们都对我特别好。田一晨，你给我抽了！他太喜欢我了，我受不了。为什么每一次出门之后都不关灯？我是要等着你回来。好感动，好感动啊！好感动啊 ！OK。为什么每次出去的时候都不关电扇？你知不知道那么特别费电啊？你知道吗？为你浪费是值得的。我没办法让他再说下去了。你说爱你，不是，我想听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吗？没有，我非常喜欢你，肯定有，真的。就是现在是那种真心的 time， 你知道吗？太粘人了，你对我太粘人了。因为你太躁动了，我是一个安静的。不是，因为我这个人特别喜欢肢体接触，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啊，就比如说，你知道，就是这样一下啊什么之类的，对，就是比较喜欢肢体接触。行，那以后我尽量配合。所以你可能就误会我，你知道吗？行，那以后我尽量配合你。配合我？对，是。我是觉得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在住那个宿舍，现在是分成两住，然后呢，我和毛毛一间，然后冠希和炯柱一间，然后舒航和陈焕一间，所以这样的话可能会稍微有一点两制的就搭配，就比如说他们两个会达成，因为我们不在，然后他们会关系可能更怎么说呢，更了解对方一点吧，生活上，对，就这样的。毛如意出来。快出力啊，毛如意！虽然跟你一个宿舍，但是我对你非常棒。就是每一次我要睡了，然后你偏要让我看你要买的东西，一直说这个好看吗？这个好看吗？我都要睡了，然后让我给你意见，我非常不满。那时候我已经困了。我以为那样体现我对你的爱，知道吗？知道吗？好受不了这种内心戏啊！不要哭。不要每次睡觉的时候把屋喷得那么香，我睡不着了都。你自己还求我要我的香水，要我喷。那是白天，晚上喷得太浓了，睡不着，好吗？没了，其他都非常好。你有什么对我吐槽的吧？直接说了，免得一会儿把我叫出来。那么懒啊，这件事你要改正的，太懒了。还有。你初二反二，怎么了？你说你妈妈喜欢我，然后刚刚导演问你想带谁回家，你说孔书航。我告诉你，说孔书航。我告诉你，我爸。陈一晨，你给我说清楚，分明你一开始就说你妈妈只喜欢我，对啊，为什么又说喜欢他？先回去，我姐。等一下，不是你跟我说你爸爸妈妈都特别喜欢我，说有一天希望可以跟我一块回四川，你知道吗？他随便说。我告诉你，给你解释一遍好吗？解释。我妈、我爸、我小姨、我妹妹，他们都喜欢孔书航。然后呢，也喜欢你，也喜欢我，但是刚刚节目组让你选的时候，你只选了孔书航。因为他说只要一个人。没有说。说了，他们说老师。没有，他说那个你最想带一个人，然后其次呢？他说其次呢？其次你说啊，其次都想带。没有说其次，没有说其次。天成，我最爱你。编导姐姐刚刚说了，编导姐姐没有说其次吧？让他们去我的家乡泸州，然后呢，我想带上我们所有的成员一起去，我的家做客。那如果让你选择组合中的一个人，先选舒航吧。天成，我最爱你。这样说会不会不好？我觉得如果独处的话，可能毛毛跟陈焕会有一些问题，感觉上就是因为平时两个人
首先语言有问题，再一个，据我观察，好像交流相应来说，他俩的交流要少一点，因为毛毛是一个比较神秘的人，我们不懂他。陈焕，哇，我有什么问题吗？哇，这个好看了，是吗？我最期待。哇，这个问题太尴尬了。哇，说谁啊？现在是，但是现在是都是挺好，但是还是选一个的话，就选毛毛吧，还是选毛毛吧，因为，但是现在是我觉得没关系，但是还是选的话毛毛，因为跟他聊天没那么多，所以就选他吧。有的时候呢特别心疼你，为什么？因为你睡得太晚了，这样不好。你这不是说不好的意思吧？你这不是说不好的意思吧？就是让他早点睡，早点睡。我就希望他早点睡，然后那个身体，因为我觉得他那个作息太不正常了。然后呢？老师和学生说话不好讲。然后要常常来我们屋走动，因为陈焕呢老是在他自己屋子里面，你知道吗？就是要串一下门，你知道吧？因为现在我们都有空调了，虽然以前我们去你们那儿呢都是为了蹭个空调，但是现在我们都有空调了，所以可以来我们屋剪个指甲，反正你也爱来我们来找我借指甲，借指甲刀什么的，来借个指甲什么的都没有关系的啊。然后呢，要跟我们多说话，因为你看炯柱他那个中文。好了，你要比他更好啊！互动起来，互动。也不能说不亲近，就是我跟那个冠希会有的时候会比较尴尬一点，就聊的话题没有那么多共同的话题，你知道吗？就是对，就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共同的话题，但是其实还好啦，就是因为。就他又比我大，然后呢，我感觉比他大的那种感觉就会比较尴尬，你知道吗？拱下出来。好多，他们一个房间好多，应该好多。我知道，今天我好辛苦。为什么只有我们屋里为什么很脏啊？没有。什么没有？没有。明明知道，我们都明明知道。为什么觉得我们屋里脏啊？越来越，垃圾越来越多呀。垃圾没有，全是衣服。对，全是衣服越来越多。因为还有吃东西。这样的，我是一个不喜欢扔东西的人，不是。然后哥你给的衣服，你知道我是也不会整理，我就全放那，都放在那，我不会扔。是。然后也不会给人，也不会放在家里，对，就只放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对，我知道，粉丝送的东西很重要，但是这个重要的东西一定要整理啊。为什么不要整理呢？我的错。对，还有一个，洪书豪，紧张。你为什么在厕所里面洗澡以后，本来是人洗澡以后，厕所里面是好香的味道，知道吗？但是呢，为什么你洗澡以后呢？臭的。为什么臭呀？你们知道呀？知道吗？是不是？那是沐浴露的味道。不，沐浴露是香的，因为是我喜欢洗完澡，在那个睡觉之前去一下洗手间。去一下洗手间。听音乐，看一下漫画书，然后就能。好的，我知道了。不想再让他说了。还有一个。对。我看这样吧，我们走吧。就你在这站着。还有啊。对，还有。你知道吗？起来。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我喜欢你。一天四次拉屎，还有屋里脏，还有洗澡以后出来也没那么好香，也是我喜欢你。我也喜欢你。
爱你哦。对我爱你哦。非常对爱你，对，真的。但是你知道吗？经常出去，我们一起出去玩，真的，自己不要经常在家里。对我们2个人一起出去，对，不要躲在家里。你还有反正吃1个月吧。对，好，我出去。我和陈焕，他的性格比较不告诉别人自己的心里面的想法，不告诉别人，所以我不知道真正的想法。他应该很累的时候有，但是别人不知道。等一下，你这儿吧。等一下，你留这儿，说完留这儿。还有田一晨，你也来。2块啊，2块啊。来，我帮你。因为我找问你们，因为我们的宿舍有点脏，好，知道吧？这个我要说，为什么呢？等一下，我觉得这个事件，这个快来，多话要说。陈焕，你来。你来哪边？这个我有很多话要说。PK。这个作为我们宿舍，我个人我可以说我房间不整理，但是我外面的房间，每次我叫大家，包括我们房间外面一些垃圾都不是我弄的，我每次叫大家去整理，是我要带头叫大家整理。不是，因为在外面的房间都是。可是你每一次是叫整理，但是我们但是没有整理过。但是每次这次这个是我一定要说的，就是每次在外面客厅的时候，我是最关心客厅卫生的。是我 ，baby。我也关心。但是我实际是收卫生的人。对你整理过房间，但是我也收拾过。那个以前那是之前的时候，我现在是收拾的，对不对？我没有制造垃圾。你们承不承认？但是客厅没有我。承不承认？客厅没有我。赶走。对，没有，但是客厅真的没有我的垃圾。赶走。这个我非常确定，这个客厅没有我的垃圾。但是我看过你的箱子，客厅上。对，箱子在客厅上。还有你的娃娃。娃娃，对吧？对吧？客厅没有我的娃娃，客厅也没有我的娃娃，没有我的娃娃。说完了，来，我都一起吧，都一起吧。不是。你们2个先。那我们这样吧。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说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早上不要唱歌。没有唱歌，全都在唱。对，我们早上没有。你们睡觉的时候我们不唱歌，在唱歌，而且我们练习的时间只是下午。好了，那我不说了，这点要说一下，就是。确实，你们俩有的时候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早上我们睡了一点，不是早上，白天中午。对，真的是有的时候起来的时候会听到。我们注意点，注意点。好的。还有，再说嘛。5个人买电，你来一把。来这买电我也买了。我知道。对，那个我承认，那个来这了。我要和书王一组。对。以后买电什么的要学习一下。有的时候在外面的时候，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书航家里没电了，结果就在等我，干干的等我，不知道怎么去做。以后这些东西都要学习一下，就是像买电啊、去买水、去做电梯卡啊什么的，不吵，就是我说给大家。我知道。对。说完就舒服很多了。其实呢，有些东西是误会，是小的事情，大家。你觉得不是事情，所以没有说出来。因为今天我们就把这些事情说出来了。每个人都有缺点嘛，就互相的去理解一下。还有什么要说的？我们已经还有吗？说完。没说完。还有吗？我没有了，你有吗？我没有了。我们突然这样完了呀！所以这个心就是这样。还有，从头一直顺到尾，我们是一个心。对，所以我们哇，因为刚才吐槽了这么多，好舒服啊！突然。觉得要打了，大家。没有，其实就有些事情说出来，反而感觉更像一家人的感觉。我现在说完了之后，我恶心你们了。突然想到，原来他们是这样，这好恶心啊 ！Fans 看到会怎么办？已经都知道了，已经都是知道了，这是假的，就是假的。为了效果，为了效果啊！我已经一个也没有垃圾。好的。现在已经出道，马上再过几个月就2年了嘛。其实，在这2年的时间呢，每个人都成长了很多。从开始面对镜头非常的紧张，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录节目的时候，真的手都在发抖，非常紧张。下一句主持人会问什么，怎么接？而现在呢，可能会自己去找一些话题之类的。感觉每个人都成熟了很多，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组合就是我们6个人一定要在一起。我们想尝试更多的音乐风格，可能在有些时间，我们的活动可能会少一点或者怎样，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期待，我们一直在前进。当然希望这个组合能够越来越好，然后呢，希望我们赶紧出第3张专辑，然后能够让更多人喜欢，也希望我们每个人也是勿忘初心，然后保持住自己的心态，然后呢，朝着自己的目标去走得更远。可能这条道路很艰难，那我觉得一定要坚持住自己的那颗心，然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的话，都要想着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要团结，要克服。嗨，我们在这儿呢，下去。希望就是我们在马上能出，就尽快能出新歌给大家听，因为其实很多粉丝也很希望听到我们的新歌曲，然后这是一个比较短期的一个愿望吧。就更远一点的，就希望就每个人都就开心，我觉得最重要，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然后快乐的，就是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我觉得就很重要。呀，我要长生不老。我现在是我们的组合比较一起发展，后来我希望自己的活动越来越多，还有自己的实力越来越好，之后我们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更好。我想说，粉丝，我对不起你们，因为我从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对粉丝怎么办，但是所以我做得不好，所以对不起你们，我以后对你们好好的，对不起。以后可以就是让更多国家的人，就是更多外国的人知道我们。就是首先，很多国内的人认识到我们，然后再有很多的外国人也可以认识我们，然后变得特别全球的一个组合，是我最大的愿望。我们要永远有钱。好。希望我这个 Times 组合是更很多人都喜欢我们，还有很多人关心我们。我想的是，就是 Times 是很多人喜欢，他们是真的歌手的 Times， 真的表演时候真的歌手的那种感觉，唱歌也特别好，还有表演时候是观众朋友一起那种嗨起来那种感觉，就是我想的是那样的歌手。我们Times第3个专辑永远越来越대박！走吗？走，快点走！真正的这一个我们节目的环节了，有请我们今天的主持人 Times。好，大家好，我们是 Times， 欢迎收看展评 Times， 谢谢。下面就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特别让大家印象深刻的画面？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吃炸酱面。什么时候吃炸酱面？吃炸酱面。吃饭没什么了。说实话，你想吃那个炸酱面？哎，一样高哎，有关系。帽子摘那是。哪让我摘帽子？那是它的里面有增高的东西。对，然后就是吃炸酱面高一点，印象最深。还有吗？还有别的吗？就刚才尝的那种。然后就刚喜欢吗？喜欢，以后不会再有。最记忆深刻的是什么？好高啊！就是上一期那个盛饭的这期他
成人骑车。真的吓到我了哦，还有我。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们出海那一门。出海那个。正好是拯救，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有吗？还有就是你们那组比赛输了，然后那个哪里啊？是什么？我们一直在说。不是哪一个比赛？是飞什么？炸酱面。炸酱面。你们3个人。最印象深刻的是。我印象最深刻收藏那个学那个鸡脚。炸酱面。然后呢？还有。你不要说一遍。再学一遍，可以吗？我好像没太有灵感了。当时是因为吃完炸酱面之后，试一下，试一遍，表演一遍。好，需要你假装给你吃脖子那个脖子肌。可能今天破音不了了。好，就没做了。1、2、3。动作。这个吗？忘了。可以。好。还有吗？这些还有愿望比我给大家。iPad 的。哇！太棒了！我不为难你。为难我也送不出。还有就是纯换那个舞。那个舞，慢慢碎的舞。点在我说完那个小毛。那个还得这个电舞。就是一直到那个说，特别温柔。没有吧？那学一下吧。准备。不要，我要看了，我要帮他满足。麦克给我吧，麦克给他。这有收声。有什么感觉？就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第1期那个南锣鼓，不对，第2期的那个南锣鼓巷，冠希对着那个娃娃说话的那个。对，我觉得那个挺有意思的那个，真的。还有一只猫的在旁边路过，你有看吗？我没看，没关系。然后我特意去看那个。去看，可以去看。还有什么别的？没了。没了。好的，谢谢。对，我变矮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城外那个呼喊，太不值得经纪人陈涛，帅哥，哇，帅哥，去哪？拜拜。还有就是那个要不要再学一个？你们来学一下吧，这个。这是什么？怎么学的？鸡翅膀。陈焕学一个。来，陈焕。我怎么？谢谢。第一次我们整平摊主录的时候，舒涵哥哥和种子哥哥，我们4个，他们2个骗我们4个人嘛，对，那个时候印象最深刻。只有他们2个知道，当时那个姐姐说，只有我们韩国成员不能参加这个节目，对，这样听到之后，那个时候非常不舒服了，对。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养老院的那一次，因为我去那一次，我真的就觉得我自己离家好远啊。然后每一次，为了自己的梦想吧，我觉得也算挺自私的。然后远离家乡，然后来到北京，跟父母的时间也很少，然后奶奶啊、外公外婆啊，他们的见面机会也不多。然后最后，连我奶奶最后一面也没有见上，所以我就觉得，那一次给我的感触很深。我觉得以后真的，如果自己有能力了，然后真的要多回家看看。
就还是最后去海边，因为我自己平常很喜欢去海边，然后所以我觉得整个录节目的那期节目就感觉我还在玩的感觉。去养老院的时候，那个教我们英语的奶奶，见到她，我想起来了我的家里的我的奶奶。还有那个去南大河的时候，那个在bus里面我们一起游戏啊什么，那个的时候，好像那个高中的时候在学校一起去旅行。就是最后一期的我们互相就是那个扔心的那一 part， 然后因为我觉得大家很真实的坐在一起，然后面对面的，然后说自己的心里话，包括对对方的不满也好，然后或者对对方的关心，还有什么东西，然后还有最后一期整个我们一起去旅行，然后这个感觉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很多这样的机会，不过这一次绝对是我们第一次，而且也非常好的感觉。再一个我觉得印象很深的就是我有一期穿着那个马里奥的衣服，那是我觉得就是在录的前天我都很难想象我会去做这种事，并且我还去穿那个衣服大摇大摆的去宣传。通过那次节目之后，我觉得我完全的跟偶像脱离了。我可以牵手可以吗？牵手可以吗？他会说我想抱抱你。谢谢。做我哥哥。语言配答本来就是。合唱一首吧。你是我的生活，这么爱你，多少人温暖我的心窝。可以合照吗？在哪儿拍啊？哎，高一点，腿好短，这样是挑的。可以签名吗？我们一起吧。漂亮。开始了。我的不是走路，我在哪儿？你来了干嘛？看着我的女朋友呢？你女朋友？我想起来了。唱首歌给你听好吗？什么？给我听。唱歌。好的。最近唱。
啊！大家好，我们是那个汉子组合，然后那个想跟大家，如果你们可以跟我们拍照吗？然后汉子怎么是2个人，一男一女？我们现在变了，就是已经有2个人了，现在。可不可以给我们拍一下照，然后给我们喊一下节目的口号？可以给我们喊一下节目的口号。对，是，你们好，谢谢。那个他也是我们的成员，对，然后那个可不可以我们在宣传节目，可不可以帮我们喊一下我们的口号？就是，泰国来的，就是我们那个要喊一个口号卡，对，叫 Jumping Times， 然后没关系，这是泰文。我会教你的。Jumping Times。Jumping Times。Jumping Times。whatever， 就反正是 Times 在 Jumping Times， 然后我们一起跳一下，然后跟大家合一个影，好不好？对，然后配合一下我们。你是外国友人是不是？是，他是台湾的，我是韩国的。其实我也是3D。可以先跟我找一点想法。你是新疆的吧？不要装外国人。可以先跟我们照一张相吧。3、2、1，张平，太慢了！我们还要照相呢。笑起来！你想去哪儿？咱们这次去旅游。美国，可是我想去戛纳。那我们是去美国还是去戛纳呢？只要你在哪儿都行。那我们先去戛纳，然后再去美国，好吗？好，来到戛纳。切个镜头。打个板，到戛纳了已经。你说戛纳第3场。好。毛主席看这边，毛主席。有点，小心下巴，就磕着下巴了，好不好？再去那边，来角度看，有人在拍我们，等一下。好，那我先请了好多记者来，今天刚好戛纳电影节的。没有，还有，我们还想坐一会儿，开心吗？今天？开心。等一下，你借我一个镜头啊！谁借我一个？喜欢坐游艇吗？那我们等一下去坐水上摩托好吗？快给他打个招呼，这是游艇的师傅，游艇那个师傅开慢一点，我和我女朋友好累。我有头晕吗？头晕给你按摩一下。师傅这喊了，师傅喊让我拍，我拍，师傅下去。我是个画家，别人找我画画呢，怎么？我只是画画架，不要跟我说话。你离我远点。请问小姐，你要画画吗？那个还可以，我是画家。画会儿的话 ，T 恤送给你了。你看完冠希画的人，你就会觉得他画的。
不，小姐你想画什么画？要什么风格的？哦，对对对，小女生你好，你要什么风格？啊，好的。帮一下我。本来就不挣钱。求你了，我真的不会画，求你了。别着急啊，别着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老板赶时间，快点。啊，等一下。下面的朋友可以睡一会儿。此刻应该有掌声啊！阳光过来。坐。好的，很好。不吃饭。为什么不吃饭？因为你做的饭不好吃。两忘了，是妈妈做的饭啊。为什么妈妈做的饭不好吃啊？每天都是胡萝卜，还有土豆，还有胡萝卜，还有土豆，还有胡萝卜。我告诉你，胡萝卜、土豆这个话，你以后就很多男人喜欢你。妈妈告诉你，真的是真的，所以一定要吃，不吃的话，很多男人不喜欢你。所以你小时候，外婆给你做了很多的土豆跟胡萝卜。哦，没有，所以我的老婆是这样的。你看你的爸爸，你爸爸就是这样啊。你想吗？你以后结婚是这样的爸爸，你想吗？我爸爸多好啊！给大家唱一句了，在你的笑容里，爱情相遇，心里突然弥漫着温热气息。慵懒的时光里，想紧紧拥抱你，要给你温柔歌唱，缘分是个奇迹。你变成我的氧气，和我说句为你在呼吸，哭也不说放弃。这世界的静谧，空气很甜蜜，为爱我不愿意，早已住在我心里。节目对出来了之后，都每一次都看，很多次看，一天看10遍都应该，因为我要看在画面上出来我的脸是怎么样的，还是我的表现啊，还是很多旁边那种，我想就练一下就知道一下这样，所以还有我们的那种整片摊子那种很多人看那个下面有那个吗？对，评论，对，所以我很多看那个，其实对，所以那个也很重要，所以很多看。因为最开始出道的时候，那时候会看评论，就觉得别人喜不喜欢你，或者是哪里做的不够好，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现在反而是更加肯定自己了吧。我就觉得按照自己的方向、自己的想走的路走就好，然后只是觉得反正不会特别在意这些了，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以前会内心比较脆弱一点，现在都会觉得坚强一点，因为没什么，这些东西都是浮云。我一般都只会看好的。
我一般我真的我就看完视频以后就偶尔会看一下，就我看的不多，但因为我们从出道然后到现在，就当然作为选择这个行业，就是有人说你好，有人说你不好，但我自己一直都是我只听就是对我有那个帮助的啊，就是我当然会听，但是就是别人有的人会恶意的去说你啊怎么样的，我就会选择不看它。对，那个简简单的，什么可爱呀，就不错。我什么不好的词看不懂，所以我只知道我们还好。对，谢谢。其实我是那种类型，就是不是特别在意那些不好的评论，但是也是会看到嘛。看到的时候就，如果真的是我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问题的话，我会改正。然后真的如果是在说一些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东西，就是那些言论的话，我可能就会忽视。对，其实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可能就有很多方面很多的人去评价我们这个组合，包括我们的歌曲。其实我觉得坏的评论的话，我觉得是不太在意的，因为他们伤害不了就是我在乎的一些东西。反而如果说他说我们哪个地方做的不够好，还需要加强，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进步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所以就是坏的评论，我也是特别希望能看到的。好的评论呢，就是会让我感觉到那种家庭的温暖，就是氧气们给我们的温暖。看完之后觉得非常有动力，然后感觉做这个节目也非常有意义。录之前我想这样表现，我想这样表现，但是录的时候这个表现没出来的时候，就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录的时候好难呐，这样感觉。其实这个Jumping Times这个节目开始到现在，我的感觉的地方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就中国的节目嘛，就中国的别的卫视的有节目的那种机会，有的时候我是其实没那么多说出来那种。我觉得这个节目开始了之后，我觉得我的中文还是 camera 在前面，这样镜头前面的表现啊，还是这种方面比较进步了吧。我每一期几乎都会看，因为是粉丝，其实粉丝非常的关注这个Jumping Times 这个团综，所以他们每次都是很积极的告诉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他们圈我，然后我自己就会点击看，然后看每一次的表现，我都觉得每一次好像都有一点小的遗憾吧，但我觉得很开心，整个过程我是非常欢乐的。对，我每期都有看，然后不能说表现的好或者不好，就是但一开始就是会比较陌生啊，整个团队都会比较陌生，然后也是我们第一次这样的团综节目，只能说到后来越来越就是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就是玩得挺开心的，就录了这个节目，我觉得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至少让我越来越开心，就是在节目中。其实我心里想要的很多，但是说不出来，所以有点可惜。每期都有看，然后觉得自己的表现是越来越好，因为从第一期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放不开或者是什么的，在前一段时间的节目，然后我觉得尤其是最后一期我觉得很满意，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把真实的自己展示出来了，而且就很深刻。最后一期的节目我是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周四早上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就会看一下那个有没有出来新的节目，除了有一点就是太歇斯底里之外，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6个人生活中比较开朗和快乐的一面传递给大家嘛，所以在这种比较融洽的一个环境下，我们就是特别放得开，然后把生活中的那种比较舒服和自然的那种感觉都拿出来了，所以感觉还挺好。
Jum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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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像夜空流星划过，像瞬间绽放的花火，记忆小小的故事静止了，枫叶一片片飘落，彩虹穿过假期的云朵，像你微笑的颜色。时光总像梦闪过，不转弯。最后一起录，现在感情不太好，我觉得很可惜。还有我想我们一直拍，每周一直见面，这样拍这种的我想这种的节目啊，我也不知道，现在只是感情没那么好，所以我觉得这挺可惜。刚好这个夏天快过完了，我觉得2014年的这个夏天蛮有意义的，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团综节目 Jumping Times， 对于我们整个团队，就是工作人员也好，我们6个人也好，然后包括看这个节目的我们的粉丝啊，或者不是我们的粉丝，就是看到这个节目的，我觉得都是会对这个夏天会有更多的一种回忆吧。我觉得对我自己也是，特别是我们自己参与在其中的，我觉得一个很不一样的回忆，因为我觉得不是每年的夏天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体验和感觉。然后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就我今天在录最后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就说那个去海边玩的时候，那个因为那天就是住的可能不是有很多蚊子啊什么的，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能值得回忆的东西，就一定不是当时特别舒服，就你回忆当时可能会不是特别会辛苦，会不是那么的舒服，但是你回忆起来，我觉得会特别的有美好的感觉。所以也很感谢就是土豆音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专门为我们Time做了这样一档节目，让我们很多人看不到我们的方面展示给很多人看，我觉得非常感谢大家，然后团队土豆的团队，然后其实都很辛苦，我觉得，但是我还是最开始说的一样，就是值得回忆，我觉得首先我想对节目说，就是特别感谢土豆音乐给我们这次机会，让我们参加 Jumping Time 有这个计划，然后让我们可以多多的让粉丝们或者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看到我们本身的自己，然后展示更多的我们自己的东西。然后特别想说土豆音乐的工作人员们辛苦了，然后谢谢你们。然后还有我要对粉丝说的是Jumping Times 最后一期结束了，其实我也特别不舍，然后也舍不得，大家肯定也不舍吧，因为看了这么多期，希望以后还会有这种机会可以给大家展示更多的我们，更多真实的我们。我呢也特别的不舍，因为做了这么久的节目，大概有2个月的期间吧，然后一直和大家在一起工作，然后还有很轻松的录节目，觉得很开心，所以谢谢你们。做这个节目真的是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辛苦，加班加点的为我们在做这个节目，还有包括完成这个节目真的是需要很多精力的，还有费很多时间。我就觉得通过这个节目，我觉得更学会了感恩，也学到了就是说以后在更多的面对更多镜头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表达自己。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记忆，我希望把它珍藏起来，有时间的时候还是会多看看它。我才能在节目上才能放松还有享受，但是这样最后一起了，好可惜啊！我工作人比我们辛苦了，所以你们这个节目完了后好好休息吧。
粉丝们每周四期待了这个节目，以后没有怎么办？我也好可惜啊！到现在支持我们，谢谢。谢谢。这样了，其实我们录制已经，应该是4、5个月了，跨时。大家只在这个镜头里面捕捉到的是我们6个人的画面，实际上在摄影机的背后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土豆的工作人员，在跟着我们，经历了很多这种就是转场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的辛苦，但是我觉得我们就像一个团队一样，像一个大家庭，每次去一个地方就感觉是在旅行一样，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温暖，也非常感谢，土豆音乐给了我们这次机会，因为其实有一档这种属于我们的节目，一直是我们的一个梦想，也是我们能够展现我们魅力的一个机会，但是唯一遗憾的就是时间很快，我还记得第1期我们在画那个T 恤的那个场景，没有想到很快我们这个节目已经是最后1期了。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再继续把它做下去，然后我们会把更多的欢乐给大家。也非常感谢一直在观看我们节目和因为这个节目喜欢上我们的人，非常谢谢大家能够肯定我们的有的时候有点不正常的这种搞笑吧，希望今后我们就还会奉献出更好的一些作品，能够回馈给大家，非常感谢土豆音乐，非常感谢歌迷朋友，非常感谢你们。小小的爱反锁着我最完整的梦，小心翼翼地感动着，平凡却又深刻。